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诗情空间。这个频道是分享圣诗或诗歌的改编、伴奏概念与伴奏的演示，希望能借由这些主题帮助到在教会诗情的音乐服侍者，能够成为教会中称职的音乐陪伴者。若是到目前为止的内容对你来说感兴趣的话，记得订阅，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这类的知识了。从上个月创立频道以来，今天第一次要用聊天的方式分享身为诗情的一些心路历程。或许我的经历也可能是你的经历，如果你有一些在服事上的感触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咯。我个人目前是在长老教会担任诗情，学琴的开始是国小阶段，大多都是练习音乐家的古典乐的作品。那有了一定程度之后，从国中开始就进入诗情入门服事。但是后来因为流行诗歌越来越普及，在教会的敬拜中也会用到这类诗歌，所以我们诗情者慢慢的就需要学习这一类诗歌的伴奏。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过程，要从古典的底子跨越到流行的概念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虽然同样是音乐，但是风格及概念其实都大不相同。当时我的周遭生活圈有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，有时会借由一些流行歌讨论一些弹奏乐器的技巧，得以慢慢进步。所以我还蛮相信环境影响一个人的成长的确有一定的程度。除此之外，自己有时也会研究一些觉得好听的琴谱。除了练琴之外，也常常需要思考一件事：为什么这边的旋律或和弦可以这样子的安排？什么叫做伴奏的层次感？后来在服事中常常与敬拜主领者配搭练习，我感受到一件事：诗情不只是弹琴，更是一种表达情感、陪伴信仰群体以及与神对话的过程。在教会担任诗情更是一份负责任的角色，因为我们不是在演奏，而是伴奏。伴奏就是一种配搭，以音乐配合着主领者或是会众的歌声，一同献上赞美。多年诗情以来，需要诗情的场合不是只有主日的崇拜，有一些婚丧喜庆也需要我们的服事。我们不只服事神，也服事人，所以我们不只弹，也需要听，感受大家唱歌的速度与情绪，才能灵活应变，服事才能同调，更能学习谦卑。不晓得大家认为服事是什么意思，但我可以肯定的说，服事绝对不能一时一时。我想鼓励看到这里的大家，不论你是否已经稳定在教会服事，或是正在考虑加入音乐侍奉的行列，我们都知道一句话：万事起头难。过程一定充满了挑战，但也正是因为有了挑战，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潜力和成长的空间。在教会服事里面，每一个小小的贡献都彰显着神的爱与恩典。当你奉献自己的才华，不仅是表现音乐，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和谐、充满爱的教会。你踏出的这一步，就是一个可以深化与连结信仰的契机，也是向神献上感恩的方式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耶稣在大宴席的比喻中说了一句：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来赴宴吧。这段经文我的理解是，宴席就是一种聚会，聚会就会有人聚集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喜乐，也一起赞美，一起服事。不论你是初学者还是资深的音乐服事者，每个人都在这个大宴席中占有一席之地。而且不是没有学音乐就不能服事，只要你留心看见他人的需要，我们就能以各种方式回应上帝的恩典。期待看到更多基督徒愿意投入侍奉，携手建造更美好的教会，彼此在爱中一同成长。愿神的祝福常与大家同在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期待后续的分享中与大家交流。我
们下次见，拜拜。